这个位置。OK。还有这个。这密密麻麻记录这么一大堆，你能知道这是什么吗？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牛已经都吹出去了，只能赢不能输啊。有什么新思路吗？你看，这个位置就是鲁道夫栓塞的地方，离下面的供氧血管还有一定的距离，他无法继续前进，所以选择在这个分支就开始栓塞。我们要想做到精准栓塞，就必须继续往下走。他的导丝已经够细了，但还是下不去啊。因为血液是流动的，就像在流水中拿线穿针一样，他的视野、角度、力度都会产生偏差。不解决血管壁的摩擦阻力和血流速度之间产生的湍流对导丝的影响，根本就不可能成功。还是那句话，怎么解决？没想好，很难。哦，原来你有觉得难的时候啊？事实上，我做所有的手术都觉得很难。那我还真没看出来啊。因为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在我的世界里，我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有过退缩疲倦的样子。98年抗洪，他3天3夜没睡觉，一直扛着。回到家之后就大病了一场。99年筹建医院，他天天熬夜。00年医院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客源，他天天东奔西跑，瘦了20多斤。那么坚强的人，最后却是那样走的，只留下一句晚安。我时常在想，是不是真的因为太难了，他想偷懒一次，就一次，他就离开了我。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所以每当我觉得很难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放弃，因为一旦放弃，就意味着结束。喂，郑医生，你还在北大吗？在。我有一个阿姨突然失明了，医生说是眼底血管缺血，所以无法手术。金耀武正在想办法呢。眼底动脉找介入科。他和金医生私交很好，而且这个人，郑医生，你也认识。那你现在左眼什么感觉？完全正常，就是这儿。金医生，你们来干什么？这位是郑医生的朋友。林野，小陈，好久不见，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不少。你眼睛怎么了？总部邀请我去参加年度 VIP party， 我就想着今天早晨打一针玻尿酸，结果1个小时之后，我这只眼睛的视力就下降了。又过了半个小时，现在完全失明了。玻尿酸，眼科这边眼底镜看过了，视网膜血管缺血，怀疑是眼动脉畸形梗阻，准备进入造影再看一下。如果是血栓堵塞，那么短时间内的血栓还是比较容易通开的，所以放心吧。哦，很可能是玻尿酸注射位置产生了偏差，某种原因导致生物大分子进入毛细血管网，造成堵塞，从而假性失明。生物大分子啊，可以考虑溶栓。溶栓，又不是血栓栓子，溶什么栓？堵塞已经超过2个小时，局部应该有血栓的形成。如果不及时通开，会造成真失明。啊，别吓我啊，我可不想失明。林姐，不用担心。这是我的亲人，
能让我来做这台手术吗？郑医生，你是不是有点太……对不起，小陈，让小静做吧。好，那林姐，咱们去准备手术啊，扶你，慢点。哎，好，谢谢，让一下啊。以你们的关系，他应该选你才是啊，为什么选建武啊？准备注射，倒影。注射完毕。眼动脉区域空白，没有血液供给。药剂酶30万单位，准备溶栓。看吧，果然还是溶栓了。剂量不够，怎么不够？因为患者还年轻，短时间内大量尿剂酶冲击问题不大，当务之急是尽快，再加30万单位。导氧机。溶栓，药剂酶。多少了？打了30万单位了。导演。行不行啊，金二哥？不行我们上啊。再加30。前方堵塞的很厉害，你在代谢终身后，玻尿酸打分子无效。我是不是真的要失明了？别担心，林姐，我在想办法呢。用粗微导管试试。不行，会损伤血管内膜，我不会选择这么莽撞的治疗方法。你再磨磨唧唧的拖下去，他可就真瞎了啊！小金，小金，你快换粗微导管。用粗微导管，小心些，可以的。你要做不到就下来，让这人上。你有本事你上啊！连自己都需要别人救胎，光会说嘴皮子的东西。理智。借你的小艺人用。让开，你做不了的。看好了，金二哥，玻尿酸大分子用微导管抽吸，力量太小抽不出来，所以要用粗微导管。导氧机。
注射器。阻力很大，没事儿。3个小时了，要在4小时之内通开才能保住右眼，你自己说的。安静。怎么？我说的不对吗？还是你又想上台救场啊？动手！成了。还没完，要看造影的效果。林姐，可以睁眼睛了。林爷，没事了。杨金梅注射2节多，术后注意护理就行。辛苦了。压迫止血吧。扎布，给我用血管闭合器吧。林爷，那个很贵。你当他是穷护士啊？人家可是医美大老板。想起你爸爸了，按压止血。那年我妈心梗，要做心脏支架。我主任问我要不要用血管闭合器。需要血管闭合器吗？我来压迫止血吧。可以的。好。血管闭合器术后4个小时就能下地，但当时要1000多，等于我小半个月的工资。你爸爸看出我的窘迫，就主动给我妈按压止血。你让我想起你爸爸，你们俩都是好人。知道刚才我为什么选小金不选你吗？不
不是因为我对过去事情心存芥蒂，我在想啊，万一我这眼睛瞎了，不能下在你手上。你是陈医生唯一的亲人，就等于也是我的亲人。你爸爸是位好医生，你要学习他，不能全向他。怎么样，被我的精湛医术征服了吧？你没感觉吗？能没感觉吗？就一个字，爽。你再看一次。行，再欣赏欣赏啊。你的意思是说，给林娇娇开通眼动脉的操作，其实跟前列腺介入栓塞很类似？是。那之所以用粗一点的导管，是因为硬。对呀，硬一点呀，这样开通血管的时候就能更好的操作，可以到达软导丝到达不了的位置，好比水中穿线，粘线过不去，铁丝就可以。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只要操作得当，稍微硬一点、粗一点的国产导丝，也可以做前列腺介入手术，甚至效果会更好。对呀。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你真是傻人有傻福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有人，看谁来了？说说吧，拿个这么大的箱子，要会用什么呀？那个，我是来和你们告别的。告别？公司要不行了，董事长找我回去。因为万圣国际的事吧？忙活几个月，被人抢线，前期的投入全都打了水漂。听说已经有很多医院在接触万圣国际，他们用这次的前列腺介入手术做敲门砖，打开了国内市场。一旦万圣进来，我们所有国产耗材公司就都……郑医生，这里全部都是介入耗材，有我们公司的，也有我另外买的进口。本想着是给您备着，以便不时之需。现在我要走了，箱子留给您。坦白说，作为一名医疗代表，遇到您这样的医生，真是挺头疼的。不过，作为一名保不齐哪天就会生病的普通人，世上还有您这样的医生，真是太好了。郑医生，加油！诸位，有缘海城见。
怎么不留他呀？咱不是决定国产导丝了吗？没有时间，无法判断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手术是否能够成功。必须成功，我加你那就是干。这是神经介入那边用的导丝吧？比鲁道夫那款要粗一点，但硬很多，也许可以满足对手术的需求。没有更好的选择了。谁能想到啊，一个区区的前列腺介入手术，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国际巨鳄与国产公司的生死存亡之战。咱们两只小蝴蝶啊，得赶紧想办法扇扇翅膀。国产公司的耗材能耗几年，就靠咱们了。不是干嘛？这就变蝴蝶了。大哥，你时不时的还真说冷笑话啊？跟你学的。你在侮辱我的 DNA 吗？哎，怎么了？不，这有什么呀？你说导丝像孤独的箭，但我觉得导丝像群游的鱼。水流就是血管，单刀解牛，那不是介入，那是外科手术。鱼群穿珊瑚，遇水流针，遇同半臂，遇胸弦等，遇顺流锥，这才是介入。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但你这么吟诗作对不累吗？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你能不能说点正常人能听懂的话？早点休息。哎，别，哎，你再给我做手势，挺好听。你干嘛呀？哎，你这人怎么这么小心啊？普金豆。秦令人要开除你和证人，否则就撤资。那边虽然咬得很紧，但是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攻克前列腺介入新术式，好好一起并肩作战吧。哎，吃饭了吧？王龙说发现一家很特别的馆子，想带咱俩去尝尝。哎呀，我知道，问题还没解决，我不配吃饭，我只有回来的。刚才北大空主任给我打电话了，说王衍山术后第3天出现膀胱无力，尿潴留排不出，得继续带着尿管。真的？还真让你给说中了。王衍山想找医院重新手术，并且孔主任答应提供练习的地方给我们。那还等什么呀？赶紧练起来吧。不吃饭没关系啊。自从认识你天起，我就已经跟吃喝玩乐分手了。走吧，手术狂魔。郑哥的手法还是一如既往的干净利索。金药无眼快。但我还是觉得他们挑战鲁道夫有很大的难度。奇怪了，郑哥做肝癌介入手术的时候挺快的呀。今儿怎么这么慢啊？这相比之下，金耀武真的好快啊！这个手术的难点不是比谁更快，而是在于对膀胱上下4支分支血管的处理和毛细血管网的适应情况。郑哥的导丝进入膀胱动脉分支血管了。慢一点。哎。郑哥停下来了，看来他用的那款长风微导丝啊，已经到达了极限位置了。金药武还在继续，导丝还在前进。鲁道夫教授抄选的位置更深，小金呢用的是国产导丝，不知道能不能到达那个位置。而小郑呢，
这不是他的极限，这是长风微导丝的极限。在疼了。今晚我到达跟鲁道夫一样的位置了。真的，他居然真用国产导丝到达了万盛导丝的位置。今晚我这是要突破鲁道夫的位置，还要继续往前。请问能够弥补天赋？医学，我是数学。这是要停了。但我看金二哥想继续往下走啊。太挺了吧！哎呀，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毕竟材料差距摆在那儿。小金的这台手术比鲁道夫教授做得好。没错，而且咱用的可是国产导丝，也就是说，我们用技巧弥补了材料上的差距，对吧？龚主任，还是你指导有方。我没做什么，是他自己努力呀。但是止步于此的话，术后还是会出现跟鲁道夫教授一样的后遗症啊。话多呢。云哥这边是干嘛呢？苏导丝。怎么换了一根这么粗的导丝啊？他这是采用林娇娇手术时的开通术，可这么粗的微导丝，大概率会造成分支血管的损伤，造成术中出血呀。年轻人有魄力，胆子够大的。金耀武那边已经栓塞完毕了，加油！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鱼穿珊瑚，大头鱼，你可别笨的把这珊瑚给穿崩了啊！我认为最笨的是记着草神的鱼。别以为我听不懂啊！苏字的繁体字就是草字头加一个鱼字，什么破梗？无法企及啊！熟练了。
做到这样啊？这么久，这也太精准了呀！你看这。 就现在！这怎么可能啊？对，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术式。Nice， 照相机。位置没问题。摄测器。Yes， 成了。 雷导4。不错。 怎么还在继续啊？这台手术按理来说已经成功了呀。他还没有停下。说你说他们已经开通了第2片血管网。还继续啊，大头鱼。才刚开始，曹生源。雷导4。 我怎么感觉郑哥的手法虽然没有之前那么快，但是这很灵，非常灵活，是吧？啊，我都感觉啊，那导师自己长眼睛了，开始有意识了。手术已经开台这么久了，处理了3根动脉分支的毛细血管网，手依然还是那么稳。这么年轻，真是有天赋啊！ 第4组顺色也已经完毕了。对。天哪，他开始挑选第5组了，很灵。术前3维重建需要攻克的上呼吸道有6组，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来到海神的第1天，遇到的医师要这场起手术，就告诉我一件事，什么？永远不要过于依赖机器。哎，导演机，好，继续第7组。
预估一下，术后会怎么样？24小时之内，前列腺坏死水肿的急性期过后，就可以拔尿管了。你那么确定24小时就能拔尿管？金二哥，打个赌啊，如果24小时之内拔不了管，我们俩立刻回海城，再也不来北达。但如果拔了，你辞职，再也不踏进北达一步，赌吗？有什么可赌的？今天你们都非常出色啊，都太辛苦了，赶紧回去休息。大伙儿回去休息吧。啊，海军长，回去休息，太累了，你看这衣服都湿了。太精彩了，学校真是让我见识到了。走啊！所以说我非常满意。小郑啊，你们今天这个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啊，为北达、为国产耗材都争回了面子，得庆祝一下啊！我想明天约你们出来坐坐，吃个便饭，怎么样？李叔请客，我们必须得来呀！太好了，小郑啊，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刚才的手术。哎呀，都成功了，还想什么呀？你还在想第7组毛细血管网？哎，对了，猫龙说昨天你们术前做 CT 的时候，一共不是6组吗？怎么又多出1组来？刚才手术的过程中有所发现，觉得应该还有1组，于是就试了试，验证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李主任，如果有合适的肝癌病人或者前列腺病人，请您一定要通知我们。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导丝介入技巧，取名为正。如果想发表相关论文，就需要更多的病案，所以李叔拜托了。好，等您消息。好。哎，对了，具体时间地点我通知你啊。好了，小郑啊，明天见啊。明天见。欢迎回家。花儿姐，我想死你了，快让我抱抱。身体恢复怎么样？让我看看。好着呢，跟你一样。真是。欢迎大家回来。这次的研讨会你表现得很好，离你心中的梦想又近了一步。北达那边怎么样啊？人多，堵车。谢谢。天热，嘈杂。不过病人倒是很多，有很多的病症。北达那边给我来电话，说是要调你过去。我已经拒绝了。但是那边给我的建议，说是想让北达和海城结为互助对象，互相派遣人员交流学习。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们那边派几个急诊科的医生，帮扶我们医院。作为交换，你和苏颖要去那边学习进修。说真的，北达可是最顶级的3甲医院。我不去。郑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要考虑清楚了。我考虑得很清楚，不去。我父亲的愿望还没有达成，我要和你们一起创造中国的蛮欧。他不在北大，也不在别处，在这里。好，那我们就这么约定了。连体婴的体检结果出来了，再有1个月，就可以满足手术条件了。接下来
该申请术前导航系统了。还有团队成员，你想好了吗？差不多。你做的吗？很精美啊。还有一份。他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进。干嘛？来蹭饭啊？你要吗？要什么？说清楚。要是觉得难，这儿读也行。我知道你还不能拿手术刀，也知道你还没有准备好，更知道让你当医助，对你来说是种侮辱。但是我还知道，你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手术成功，希望连体婴姐妹能活下去，拥有和常人一样的人生。这是一个非常难的手术，可能需要超过20个医护人员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主刀、助手、护士、麻醉师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同伴。当初是你把我拉进了这个手术，现在我也要把你拉进来，我们一起。好吧，看在你还算有诚意的份上，这是答应了。能不答应吗？我都这样了，我再不答应我还是人吗？那干活吧。干嘛呀？还有双重惊喜啊？怎么着？你是人吗？上来贼船就干活啊？你个臭八皮！可你已经在我的贼船上了。谁上你的贼船？选一个吧。但能忍受你长期奴役还不给钱的麻醉师，估计不好找。那要是把我的工资给和钱呢？程神医，你认为你有多少工资啊？不够。你一新来的，总给患者垫钱，各种爱的奉献，做手术时又很抠，能用国产就不用进口，能用手解决就不用耗材。你觉得你能剩多少？哟，机器猫来了！郑医生、苏医生，猜猜我带来什么好东西？锵锵，南瓜饼做好啦！小艺人，牛角牡丹还不死心啊？快尝尝。啊，怎么样？哇，你居然没吐出来，好吃吗？我也尝尝。咸呐，你放了椒盐跟孜然，好猎奇的味道啊！怎么样？
喂，潘爷爷，您最近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我身体很好啊，有什么事吗？哎呀，没有，就是日常关心关心嘛。你个鬼机灵，我还不了解你，说吧，什么诉求？就是你有没有吃过郑人妈妈做的南瓜饼啊？哎，郑少队长，你们刚刚在聊什么呢？他想邀请贺乾，贺乾嫌没钱不肯来。连体婴分离术，那应该是全海城第一例吧？全国都罕见。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手术，应该会有很多的基金会还有网站都是愿意赞助的。你想说彭家吧？他野心太大了，与虎谋皮，还是算了吧。还有啊，直播的事儿你想也别想。既然邀请我加入团队，什么事儿我都得把关，这种乱七八糟的事儿都靠边去啊。郑然，哎，都在啊，正好。大家看一下这个。2个月前，妇科在给一名39岁的高龄产妇做产检时，发现腹中的胎儿可能患有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当时胎24周。24周就能看出胎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哪个医生反应这么厉害？王主任。返聘的那个老太太，潘老同学，确实厉害。王主任当时就建议引产。有主动脉瓣先天发育异常，最终导致进行性发育不良和心力衰竭，形成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就算患者活着生下来，也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但孕妇不同意，拒绝引产，期待有奇迹发生。然后呢？刚才他的产检，王主任发现胎儿的情况正在恶化，左右心室比例逐渐失调，胎儿心包积液、2尖瓣反流等情况也相继出现。产科讨论还有2种方案：一，严密观察，保守治疗，但是以患儿现在的情况，根本就撑不到自然分娩；二，准备剖腹产，产出后直接上另外一台手术台开胸进行心外治疗。哎，等等，儿心外应该是常月的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跟王主任吃饭的时候聊到的，我觉得手术不难，但风险巨大，且术后很难恢复，所以我提出第3种方案。让我猜到，你找大头鱼是想用刀介入，你想做宫内介入治疗。没错，听上去十分美好，所以可行，对吧？注意，是听上去十分美好。目前国际上有200余例临床病例，技术成功率超过50%，换句话说，死亡率超过40%，也将近50%。但是相对剖腹产手术后的心胸外科手术而言，这种方式我觉得风险是最低的。用你的第2种方案，孕妇不会有事儿。如果选择宫内介入治疗手术，孕妇会分摊胎儿1半的风险，有可能2个都活，也有可能2个都死。你怎么想？我怎么想不重要，要看患者怎么选。是啊，医学的决策再难，也比不上人性。先跟我去看看吧。好。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为什么会是我的孩子？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都不同意。选第2种。不要做宫内介入治疗，你会出事的。我宁可不要这个孩子。可我要孩子。这么多年，我就想要孩子，好不容易来了。老婆，你要出了事儿，咱们孩子就算活了下来，他也没妈呀。你想过他吗？这对他公平吗？不哭了。行了行了行了，不哭了。保大保小，真是一个很难选择的问题啊。我妈怀我的时候，妊娠性高血压，我爸毫不犹豫要求终止妊娠，是我妈坚持，吃了很多苦，才最后生下我的。真人，
用介入手术治疗先天性主动脉瓣狭窄，可以尽早打通狭窄部位，尽早改善主动脉血流。手术要是成功的话，胎儿能在母体里继续生长，一直到38到40周自然分娩。他的意思是有救了，2个都能保。阿胜，你听到了吗？2个都能保住。那个，成功率高吗10%。什么？只有10%？那还比活活等死好。老婆，要不咱就这样，把孩子剖下来，能活是他的命，不能，咱就再要。现在是我最痛苦，也是最辛苦的时候。我不要什么狗屁理训和假大空鸡汤，我只要你支持我，支持我。证人，你要放弃吗？宫内介入号称介入手是皇冠上的明珠，国外已经有几百个成功案例了，国内却还寥寥无几，你甘心吗，证人？机架这套对他来说不好使。你闭嘴！我不甘心。我看过这类手术，我觉得你的水平不在他们之下。是时候让海晨也摘下这颗明珠了。我也不甘心。虽然这次的手术只有10%的几率，但是我们作为医生，还是得尽全力拯救孩子的生命。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中提到，每年有13万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而且这个数字一直在不停的增加。如果这次能用介入治疗，意义非比寻常。所以我们要接了。当然。拜托的证人，交给你了。而且这次的手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婴儿的构造，对连体婴分离术也有很大的帮助。李渊，谢谢你。我查了一下，胎儿主动脉瓣手术，这10年全球一共报道了52例，成功率只有50%。这还是注了水的。做宫内介入手术的医生啊，肯定是要严格筛选的，不论是从孕妇的身体情况，还是胎儿的病情，都要够一定的标准才可以手术。傅院，这种介入手术一旦失败了怎么办？转剖腹产，给胎儿做开胸手术治疗。那一般成功率多高？一般不成功。Hello, Lin. I've arrived. 院长，鲁道夫教授到了。Welcome, Mr. Duff. 鲁道夫·瓦格纳教授，跟这哥 PK 那个老外。Intravenous surgery has a high probability rate of failure. To continue on doing this surgery, well, it's an act of pure hubris. 他讲什么呢？他不看好这台手术。
郑哥这是在找胎儿的心脏吗？是胎儿的位置不太好啊。所以要等换到好的位置，麻醉师再给药。我听说有的时候做4维彩超，为了等胎儿翻身，要等1-2个小时。如果胎儿始终都不翻身的话，那就得等下一次。那今天这台手术还能做成吗？乌鸦嘴。呸！胎儿的心脏太小了，只比新人大一点点。这还不是手术空间，用最细的导丝找到主动脉瓣的位置，然后再下球囊扩张最窄的位置。院长，要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哦。闭嘴吧，赵主任，你也呸！动了，可以开始麻醉了。开始麻醉。好的。找到了。难怪非要老何，技术是真好啊！麻醉完毕。到操作重点了吧？对，球囊扩张是最重要的一步，没有理论依据，没有数据支持，只能靠术者丰富的经验完成。Meticulously executed, but extremely dangerous. 主动脉瓣压差从88降到83了，81。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要是宫缩或者胎儿胎心停跳，那就要剖腹的。那就剖。75。64。不停止啊！这个时候应该停止继续扩张球囊，见好就收啊！对呀，就算胎儿有点小毛病，他也是可以长大的呀。你等他5岁以后，你再给他做开胸手术不好吗？哪怕2岁、3岁或者几个月，到那个时候再做手术，那比现在风险要低得多得多呀。49了，郑哥可以收了。34了，胎儿正常在22到25，34可以接受。这个胎儿和其他胎儿不一样，34刚刚好。啊，对，我差点忘了这点了。手术很成功。This way。郑源，好，恭喜你，宫内介入手术成功了，谢谢你。要谢谢你才是。这样，你这个手术
棒棒啊！我祝你20分。错了，是17分23秒。啊，我是前列腺，你how to say？ 海德堡。OK. Doctor, speak English, please. I witnessed your prostate intravenous embolization, and it was perfection.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to come with me to Germany for an intellectual exchange and symposium. If you're interested, I will establish a charter in our names for a laboratory continuing this kind of research. What do you say? No thanks. I need to supplement the twins. 这样，你考虑吧，你再考虑。今天呢，我要带大家看一场惊险刺激的极限挑战，就是这个喷泉，看到没有？嗨，帅哥你好。你有事吗？我是一名女主播，我现在在直播呢，你帮我举一下手机，谢谢。嗨，小伙伴们，大家好！一场期待已久的极限挑战马上开始喽！小飞机、小火箭刷起来！10、9、8、7、6、5、4、3、2、1，危险！喷泉极限挑战，结果被喷飞了。马上抢救！直肠破裂，结肠也有扩张，肺也有问题。骨盆骨折，后腹膜大面积血肿，这下麻烦了。喂，郑哥，联系不上家属，怎么办？那就去找医务处，我们这边先转送杂交手术室，等医务处过完流程，立刻手术。那我去做准备。老贺，血压多少？60，创伤性休克，正常。怎么会这样？不对，心室镜好。怎么了？气管插管有问题吗？心室镜来了。好。大量的分泌物，创伤性失肺了。连接呼吸器。好。吸氮气。所以是真的把插管插到食管里了，贺医生，那么久你没发现吗？
整形了？没有，天生的。因为下巴畸形，所以会出现气道畸形。如果去整容科削骨的话，就不会有气道畸形的问题。老何，没事了，我去刷手，准备手术。好。他还能活下去吗？能活。这女孩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不幸运。幸运的话就能活下来，但活下也是受罪。全肠道破损，恐怕都不能保留吧？是啊。但是，要是没有肠子的话，那她以后就都不能进食了。难道要打一辈子的营养针吗？一期手术结束，冲洗腹腔，看看有没有出血点。没有出血点了，关腹吧。医生，我姐姐她怎么样了？患者受到大型喷泉冲击，造成爆裂伤，导致直肠破裂、结肠脱垂。不过我们已经给她做了紧急的手术，最后还做了肠系膜上动脉的重建。我来说吧，妹妹，你姐姐的命保住了，之后就看术后恢复的怎么样，看她的造化。哦，没问题的，我姐姐她特别勇敢，那些别人不敢玩的运动，她都敢的。可是喷泉挑战太危险了。我姐姐说，她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只能靠惊险刺激来吸引打赏。但游乐场那些坐跳楼机、过山车什么的，博得多了，热度就没了。所以才只能不断的找新法子。都怪我，要不是我的病，我姐姐就不会这么拼。那个药我不要了，我不治了，只要姐姐能好起来，我都无所谓的。姐姐会好起来的，不要太难过。死丫头，过来！你
肥了是不是啊？敢偷钱了，把钱还给我！钱不是你的，是姐姐她寄回来的。现在姐姐做手术要很多钱。是我养大的，你姐也是我养大的，她寄来的钱就是我的。你什么时候养过我？要不是姐姐，我现在早就被饿死了。那些钱怎么会给你？你还敢顶嘴了是不是？老子管不住你是不是？你死丫头，我今天打死你！打人了！医院打人了！喂，院长，患者任林的父亲来了，刚刚在大厅和苏云动手了。什么？他父亲现在要报警。不能报警，我马上过来。好。这我听说你做了7个小时的手术，连24个小时都没休息，这哪儿能行啊？啊 ！Please tell me, have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coming with me to Germany? No. 你不应该留在这，这边的条件太 low 了，这工资太低了，老弟弟。It's perfect. 哦，唉。刚才林副院来信息说，患者家属大闹一通，终于走了。闹？嗯，为什么闹？好像是妹妹从家里拿钱来付医药费，被爸爸发现了。大庭广众之下，爸爸就要打妹妹，苏云上前阻拦，推了人家一把。苏云？对，咸鱼翻身打人了，家属非说自己摔伤了，要求医院赔钱，所以我们医院很可能不但不能收任林的医药费，还要赔对方一笔钱。这样太乱了啊！来德国啊，我有个律师团能保障你的利益。您刚刚在查体，有什么情况吗？他的引流量有750毫升，我查了一下他的伤口，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7个小时的手术，手术后有些引流也算正常吧？根据我的预估，引流量最多200毫升，750毫升也太多了。这样呢，会不会是吻合的问题？不可能，肠管切除虽然有些多，但是缝合得很完美，绝对不会有问题。那我能看看手术视频吗？好，我先上级申请一下。郑然，你先回去休息吧，你已经24小时没有合眼了，你明天再来看他，有可能就好了呢。Doctor, please take me to go see the video. Okay, I will just run it by my supervisor.怎么又是你啊？嗯？是他的。我是玉帝的钦差，是派我专管你这猴头的，你还不乖乖的服管？来了。
这是你的包？对，我捡的，送养了。怎么在你这儿啊？我在医院捡的，看到名牌就送过来了。我前2天把它送养了，送到孕妇家里，估计家里人说了什么就给弃养了。孕妇可以养吗？我说了，不过我说的话，有些人也不听啊。你看大闹天宫啊？我还看舒克和贝塔呢。行了，小雨伞送到了，回去吧。小雨伞？对，它叫小雨伞，是我给它起的名字。有一天晚上下大雨，我看见这只孤零零的喵站在一把破伞下面，我觉得它挺可怜的。像我这么善良的人，我看不了这样的场面，就给它带回来了。这是我的伞。今天晚上有英仙座流星雨，想去看看吗？其实我喜欢看星空，不喜欢看流星。为什么？因为星星待在天上才叫星星，陨落了就变成石头了。我希望它们永远能待在天上，闪闪发光。我的想法是不是很幼稚？就像太阳一样，终有一天会烧尽，会终结的。我不想看到那一天，只要我看不到，我就不会难过。上一次的难过，让我得了 PTSD。这一次呢，我多了个处分，让花姐赔了好多钱。我不知道下一次的难过我又会失去什么。我可以失去的东西已经太少了。我可以暂时不直播。真的？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我可以等你准备好。有心。星星在天上闪闪发光，那是太阳的光。
它本身是块石头，所以它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看它的角度。有一天你会克服 PTSD。当你重新获得这些东西之后，你就准备好了。这是我许的愿。感谢生命有过几场风雨，冷静地看清过自己，和你一样的追寻生命印记。你这光多鲜明，鲜活的奇迹和勇气，很像你的我，终于成为了你。这，我目不转睛地看了你一整晚上的手术视频，哦，非常精彩，充满了细节。我一直在想，这个秀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太漂亮了。624小时，还是不对。我查一下题。来这儿。插体是软的，没有板状腹，切口完好，引流通畅，没有血性液引出。这是为什么呢？别这么多疑，再等2天，可能明天没事了。哎，这会不会是麻醉事故呢？不对，限制性。所以是真的把插管插到食管里了？那么久你没发现吗？麻醉，如果真的是麻醉事故的话，哦，在德国这个麻醉师一定要被处分的。除了引流量，其他都在好转。也就是说，呼吸机差错，经由呼吸机打到胃里的气体太多，最后造成了一系列反应。这种情况真的是太复杂了。别闹。何姐还在吗？一直坐在外面。何贺，怎么样了？你有认识见多识广的麻醉师吗？我有个群，全是麻醉师。问问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好。我来吧。有个刀刺伤的患者也是插管插错了，术后腹腔引流量非常大，有个类似的，引流液每天在逐渐减少，1周后顺利转出 ICU。我就说你是庸人自扰吧，再等2天就好了。老贺，没事了。好。老贺，这次是我没经验，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真的没事了。客栈上面说的。明天的引流量应该会在200毫升左右，然后依次减少，很快就会有好转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没事了，谢谢。我再确认一下，没事没事。
上醒，看到自己身上的造口袋，情绪很不稳定。我去叫双月。你好，我是你的主刀医生。你的手术很成功。成功？你告诉我这叫成功？我的人生都毁了，我要靠输液活着还有一辈子，但是这玩意儿，你告诉我这叫成功？为什么要救我？我已经活得很累了，我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要是能就这么死了，该多好！对不起。你这不是在救我，你这是在折磨我。我恨你。哎，月儿，正找你呢。27床的患者醒了，接受不了现实，快跟我走一趟。我一个人去没用，怎么了？我要先去找证人。这是任玲妹妹的腹腔 CT。这也太大了吧，占据了腹腔40%到50%的体积，而且肠管、胃甚至肾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位移，拖太久了。而且他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痕迹，也是因为这个病，血小板过低导致的。这种情况应该做部分皮切除术，阻止代谢产物储积，好让皮继续发挥作用。因为没有持续用药，脾脏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等他们想做手术的时候，很多医院都没有把握了。这手术你能做吗？能是能，但是我服药怎么办？交给我们。姐姐，笑笑，笑笑，你别哭啊，他就是个人渣，别哭了。医生，我妹妹的手术有把握吗？很难，但值得一试。好，那就做，我来签字。秀秀，你别怕啊，你看我这样都被他们救过来了，你一定也不会有事的。你要坚强啊！段医生，我想跟他们单独聊聊。好。你好。你是？我是给你做手术的麻醉师。之前手术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插管。我听说了。对不起。你救我，是想让我活，而有的人是想让我死。我之前确实不想活，但
但是我得让我妹妹活下去，让她把手术顺利完成，跟其他正常孩子一样长大。我更不能把她一个人丢在那个人渣身边。你慢点。谢谢你，谢谢你们医生救了我。应该我谢谢你，真的，谢谢，谢谢。可算是化险为夷了。连体婴分离术，老何必不可少。之前真怕医院让他停止1年，经过这件事儿，估计他也不好意思拒绝咱们了。准备一下人秀的手术吧。对了，国家罕见病基金那个你们是怎么弄到的？我听说他们的审核要求非常严格。你猜啊？慧儿姐，术后的大头部分我们都已经解决了，你看这部分。人秀的手术万一失败，他爸爸会继续讹钱不说，他姐姐也会活不下去，这个后果你知道的吧？我知道你很厉害，你已经用多台看似不可能成功的手术证明了自己，但是也有过失败的手术，承认吧？即使这样，也要赌吗？医学不是赌，在我看来就是，而且是 all in， 输了1败涂地。袁律师，人林那边签字了吗？好，就这么办。上次直播出了点事故，这次我跟大家报个平安。我确实伤得很重，但是在海城医院医生的帮助下，我已经度过危险期了。还有，我有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汇报。我妹妹她可以做手术了。大家真的不用为我担心，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残疾，不是病痛，不是没钱，而是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但是现在我有活下去的希望了。我妹妹，她就是我活下去的希望。我以后肯定会好好活着，带着我妹妹，朝着希望勇敢地走下去。
花儿姐，原来你早就想过免费给他们手术啊？同样一笔钱，如果给他爸爸，等于承认医院手术失败，医生无能；给姐妹俩做手术，既能保住医院名誉，还能证明医生实力。我为什么要选第一种？患者第一，中国的毛。南阳镇地震了，苏院长让我们所有人去大礼堂集合。中国地震网正式测定，今天19点30分，河西沛城的南阳镇发生了7.1级地震，震感强烈，通讯基站损毁严重，对当地居民和周边地区人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目前，通讯基站毁损严重，通讯中断，具体伤亡人员和情况不明。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海省有关领导率市级相关部门赶赴沛城抗震救灾指挥部进行指导。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第一时间到东源乡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调度抗震救灾工作。新闻大家都看到了，河西地区发生地震，需要紧急支援。趁着准备撤退物资的当口，我简单说几句。大家都知道，我们海城的标志是一顶帐篷。我们的3位创始人，在20年前的那场特大水灾中，因为救援行动而相遇。天灾，巨大的天灾。但是隶属本世纪的3大洪水，1931年。死亡14.5万人，1954年死亡3.3万人，而到了他们那次，却缩减到了4150人。为什么？除了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讯、及时的指挥和专业的救援之外，还有医学的进步，让伤者在第一时间得到医治，让疫情被牢牢封锁，没有扩散。现代医学让我们人类终于能在天灾面前说一句“能救”。各位，现在到了你们说能救的时刻了。这次的河西地震，大家自愿报名，准备出发。我去。我们团队都去。去。我也去。我去。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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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我们都去。我去。加上我，还有我。我也去。我也去。还有我。还有我。小心啊！再见，院长。加油！再见，再见。当心啊！当心啊！保护好自己。真哥加油！队长。
呢？写遗书啊？云哥，其实你这人不错，就是有时候说话嘴太死。哎，借我张纸吧。你不写点什么？有说的人。哎，其实不写也挺好的，活着怎么着都行。我要是死了，别看花姐天天凶我，到时候肯定抱着小纸条哭，想死我。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出了什么事我自己承担。我不能靠你们为我遮风挡雨一辈子。就听我一回吧。你就尊重我一回。爸。爸，等我回来。哎，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啊，我护身符没拿，上次锁你柜子里了。护身符为什么会锁我柜子里啊？就上次那什么，我一着急就搁你柜子里了。你快去帮我拿一趟，我没钥匙，你快去。师傅，关门。哎，写点东西吧。我是第13营的营长，我姓赵。前方出现山体滑坡，道路被阻断，我们需要步行攀爬绕过去。大家整理一下必要的物品，下车出发。好。
物资。哎呦，太好了，分给大家，赶紧分好。这个人快要不行了。有没有那个麻药？到那边派。好。脾脏破了，准备手术。手术？但只有局麻呀。最早外科手术的时候也没有麻醉。麻烦你了，消毒不当。好的。官府，交给我。这时候还写病历啊？有用的。下一个。人民子弟兵们已成立尖刀班，根据指挥中心分配和安排的路线。按照阵前的地图和行政区域地图寻找山里的村镇，利用 GPS 定位，把能引导和带走的村民全部带出来。穿着迷彩服的是军人，白服蓝帽的是医护人员。此外，还有很多穿着红背心的志愿者们，他们汇聚成希望的火种，往大山深处蔓延和点亮。注意安全，平安归来。高少少，你们辛苦了。目前救援情况怎么样？这边现在有伤员122人，已经全部做了紧急处理，但是还有重伤员24人需要进一步救治。现在有大量物资在路上，你们一定要坚持住。高少校，患者12，肝破裂，多处骨折，肝挫裂伤。过几天需要大量肾内科医生，需要大量透析机，抓紧时间从全国调拨。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给每个患者写的病历，在他们的手背上也有相应的编号，有助于后续接手的医生们了解病情。我一定将这些伤员跟病历送到。啊，对了，我在低空飞行的时候，发现西北角距离此地2000米的地方有栋楼里有人会白布呼救，你们赶紧过去看看。是。走，辛苦了。哎，注意脚下。好，注意啊！大家注意安全，好，及时发现被困人员。有人吗？这是医院。有人吗？这儿还有人吗？有人吗？还有没有人啊？救命！没有伤员，分头行动。这里有人，前面还有。走，快，搭把手！慢点，腿伤了，慢点来。前点来，2、4、好，赶紧把伤员拖出来，快点！快要把伤员拉出去！医生，伤者情况怎么样？是无主的，需要马上送回医警。这儿还有其他人吗？有，后面是病房。把伤员抬出去，其他人跟我来，快！注意，跟我来，抬走。
你们3个去那边，其他人跟我来。是。有人吗？这儿还有人吗？有人吗？这儿有人吗？这儿，快，赶紧帮郑医生。他死了，带走了。哎，你们听见了吗？有声音。你们3个去那边，注意安全。有人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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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请回答。注意投影。有人吗？我听见了，前面有孩子哭的声音。有余人，张爷，你躲避。
道，现在还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对，既然能确定苏医生还在这儿，就还有希望。我们要想办法采取别的营救方式。你是来救人的，找人的工作交给我们。小心点，注意结构变化。慢走。还活着，找到了，苏医生。先别说话，他在做手术，保持安静。拿梯子，准备下去营救。是。苏医呢？竟然能拿手术刀了。手术成功了吗？手术很成功。洋洋，准备准备，我们获救了。弟弟还好吗？弟弟很好，你们一家子会团圆的。爸爸一定很开心。爸爸呢？爸爸看着国旗睡着了。妈妈说他是大英雄。哥哥，墨西哥有座彩虹桥吧？桥？动画片里说有。啊，有一座特别漂亮的彩虹桥。好想亲眼去看看呀。洋洋，等有机会，哥哥带你去。好。一言为定。来。你跟哥哥说句话，洋洋，不会的，你刚才好好的呢，洋洋，
终于回去，请记住，我们不是说好聚在我家吗？他叫白杨，他爹爹叫白柳，他爸爸是警察。他说他当然也想当警察，警察，都怪我没有第一时间给他查体，我不知道他伤得这么重。他坐在那这么久，他坐在那这么久，我为什么没有看到？我为什么？你去了彩虹桥，跟他爸爸会合了。如果不是你，他弟弟活不下来，他妈妈也活不下来。素云，我需要你的帮助，还有更多人需要你的帮助。找个顾客来，马上截肢。先不要截肢，我来介入取栓。虽然依旧无法避免截肢，但是起码能让截肢的位置下移，术后安装义肢的时候更简单一些，提高生存质量。如果从大腿前，膝关节和踝关节都需要安装义肢；如果介入取栓，只截到小腿，只需要踝关节一处安装义肢就行。大哥，就算你要做手术，那时候也没有机器啊。南阳镇就一家医院，你也看见了，被震塌了一大半。一般医院的放射科四周都是铅板，支撑力度很大，应该没塌。我们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胃肠机可以使用。行，那走吧。好。素云，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看看周围的这些人，他们还在等着我们救。他们的家人也在期盼着他们回家。你振作一点。我们是为了救人才来到这里的，不能为了一个人的牺牲，而放弃救助其他人的生命。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你们要去哪？去找胃肠机。胃肠机？嗯。你想用胃肠机做介入取栓？血管介入比较冷门，你不知道很正常。所以我推断，
本次地震震灾中，急性肾衰的伤员数量会非常的惊人，而曲栓造成的肾功能衰竭数量会减少，多注意一下就好。至于肾衰，倒是个选择题，截肢少10公分，还是术后多做10天透析，你选哪一种？我肯定选前者，但是有个问题，即使找到了设备，你也没有耗材啊。 我相信，只要能把今天对付过去，明天一定会有的。没错，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小心点。哎，放车都在这儿。是。看着没问题了，但不知道能不能通电啊？找赵院长想想办法，通电试一试。要是能用的话，就把肢体坏死患者的取栓手术都做了。你确定在这种地方用胃肠镜做介入手术啊？我确定。那再有余震怎么办呀？抓紧时间，准备电源。没那么多余震。哎，你怎么会劝见他？从认识他那天起就没劝成功过，要不你试试？搬到这边来，水渠那边，速度快点！赵营长，赵营长，还想要什么呀？发电机只有一台，孔主任在用，给呼吸机供电，保证手术。那你帮我联系一下总部，下次救援的直升机里，帮我带铅衣、活动导管、曲栓导管、造影机、栓塞机，另外再加一台柴油发电机。给他准备这些东西，他起码还能救10个人，20个，一天，让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调集肾内科医生，还有透析机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请一定要做到。急诊急救不是以外科为主吗？要那么多肾内科医生干什么呀？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会出现大量急性肾脏衰竭的伤员，术后会非常的惊人，我们需要提前准备。行，我马上去安排。好，辛苦了。老贺呢？跑哪儿去了？吃面呢，小弟。哎，小弟，平日里看玄幻吗？孙悟空曾经说过，啊，苦难呀是对人的历练，病痛。八戒走了，去西天取经了，别老想回高老庄的事儿啊！我跟你回去取经不就完了吗？你这太疼。干嘛呢？跟人聊天呢？我做心理辅导呢。你知道心理辅导有多重要吗？二师兄，你是麻醉师，你有心理资格证。我不是，我发光发热呀！等你太阳，你发光发热。动了，快！快点！小心！注意脚下安全，轻拿轻放啊！这边的货物往那边搬。王少将，你们辛苦了。距离最近的部队只有20公里了，很快就会抵达。太好了。我之前的建议，伤员们已经送往河西了，还有笔记本上的事儿已经汇报上去了，领导们很重视。
还有前方的命令已经下达，几天内就会有1000多名肾内科医生陆续赶到。发电机呢？发电机带了吗？带了。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做手术了。啊！你30多个小时没吃没喝也没睡，垃圾不是要发光发热吗？走台发电机去。太阳也有下山的时候。那我继续执行任务了。高少校，啊，耗材，下趟来介入耗材多带一点，谢谢。放心。能行吗？哎呀，哎呦我天 ！OK， 这就行了，挺好吧你？走！哎，亮了亮了！哎，怎么样，咱这手艺？我之前就想过了，我要不当医生，我就当电工去。还是当电工吧。李月，李月，介入耗材准备怎么样了？没有签一，怎么办？这下真的要接受辐射了。没事，非常级的辐射量不大，你们都出去吧，我自己可以。哎，谢谢郑总。八戒，站着！干嘛去啊？X 光射线。你都有闺女，你怕吃什么射线呀？再说，这楼6级以上余震肯定塌。塌了我顶着。李渊，啊，你出去。我不怕吃线。这里用不了这么多人，外面还有其他患者呢。但是我没但是，出去。哎，快出去吧啊！怎么样，能用吗？这么糊啊！通知他们，把白杨妈妈接过来。小伙子，不要紧吧？哎，小伙子，医生有没有医生啊？有。哎，快，他怎么了？这是？他怎么了？就突然间一下没有意识了。患者你好，患者。啊！肝破裂，必须马上手术，叫个麻醉师过来。没有麻醉师，就得你来了。很微弱，这样血压最多也就60，推肾上腺素。10微克应该够了。帮我把他衣服拉上去。来，帮我穿一下衣服。好。没消毒啊！哎，这怎么了，医生？快小白板呀！啊！哎，快小白板呀！哎，你快想办法呀你！哎呀，这怎么了？我不能。这是牵扯到肝脏引起的神经肾水反射，得马上阻断它。麻药打了多少？舒芬10微克。药量不够。医生，你快点！哎。
别愣着了，快来帮忙。啊。慢点，太快了，我都没看清楚。所以说你不是干介入的料，回去好好当你的麻醉师吧。导丝的位置已经在小腿颈前动脉中了。成了！我去，神人啊！应队配合的也不错。嘘，别说话。取上导管。 你慢点，图像太模糊了，我看不清。就是啊，郑哥，这机器老化太严重了，全是尾影。你到底是怎么能确定这微导丝在哪个位置啊？造影剂。就是这儿。取着。造影剂。我眼睛模糊看过大概知道微导丝在哪儿，完全没法做超选。你是怎么做到的？以后你也可以。坏死面上的位置已经处理好了，减轻水肿，这样血液循环会恢复得快一些，保住了踝关节。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手术完成，可以通知赵院长他们送后面的患者来了。 大家动作再快点！从郑医生那边抬过来的患者，等飞机到了以后要迅速上机。帐篷里面需要送到郑医生那边做介入的患者要优先安排，大家一定要区分清楚。前面的帐篷还有空余的床位。注意脚站。赵院长啊！赵院长，那边怎么样啊？一直在救治。 小郑是真不错，用介入解决大问题了。哦，好，你们辛苦啊！胃肠肌做这个介入手术，怎么做到的？王超吧，咱们加把劲吧。哎，下一个患者。下一个，陈哥。 这都做了一晚上，天都亮了，休息一下。再说了，这辐射量也够喝一壶的了。越早起栓，术后恢复的越好。下一个，你坐下歇会儿，我清理伤口吧。对，你先休息去啊。
哎，一会儿，睡着了。找人把他抬出去，剩下的手术我来做吧。你行吗？我不困。我说的是胃肠肌。瞧不起谁呢？必须的。慢点，放在床上吧。来，把郑医生抬起来。郑人，郑人，来，来，161。他怎么了？没事儿。怎么回事？这是疲劳过度了，但是应该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没事不要命，这没千一的情况下，一晚上做10台手术，是19台。真拿胃肠肌做介入，这是开挂了吧？我曾经看过一个老教授，也是用肠胃肌做肝癌介入，当时我就觉得不可能有这种极端的事儿，也就没学。现在怎么样？学无止境啊！东源乡卫生院。听说前几年这家医院换了个院长，不断的加固医院。有人说他有病，有人说呢他是为了贪污基建款。现在看来，人家是开了天眼了。哪儿听说的呀？送咱们来的司机啊，你还是不累。你好，啊，请问一下，介入手术室在哪里？上2楼，走廊右手边啊。哎，走吧，走。谢总，您怎么在这儿啊？郑人，你们也来了？哦，苏云，我们从南阳镇过来的，看看这边的介入手术室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哦，太好了！我们这儿有2间介入室，一间呢是本地的刘主任在做手术，另外一间还空着，你们可以随时使用。患者多不多？他指的是骨盆骨折，适合做介入的患者。多，刘主任根本做不过来，大部分呢都运气了河西。在分诊时和前面的医生说一声，如果有重度骨盆骨折的患者留下来，我们全部都可以做。我们这只有2台 DSA 啊，不需要。那我调给你。好。哎，怎么样？你们刚刚到，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会儿？没事，我们洗个澡就行。水很浑啊，洗澡是洗不成了。没事，水浑也能洗，他个人喜欢。那行，盥洗间等那儿呢。行，那我把伤员列表和挑病情危重的给你们做，好吧？好，谢谢谢总啊。别叫我谢总，叫我宁叔就行。哎，我这岁数叫他叔合适吗？没什么不合适的。哎，你觉得呢？无聊。无聊。哎，运哥，我怎么觉得今天林渊状态不太好啊？心事重重，是吧？伍佰，你认识那谢总啊？怎么没听提过呀？这车行不行啊？嚯，真够混的，一会儿点洗啊。哎，真不容易啊，终于可以看清造影画面了。等会儿的手术，你给我做助手。我给你做助手 ？No， 本人的手已经华丽回归了。那都辛苦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介入科刘志之刘主任，证人苏云。哦，林渊，阿司匹林的林，深渊的渊。哎，你们好。慧贤，我们的麻醉医生。你们好，感谢你们来东源乡支援。我们这有大量骨盆骨折的患者，需要用介入手术来治疗。听说郑医生很厉害，我来给你做助手吧。
我是做循环介入手术的，对骨盆骨折的介入栓塞不是很熟。没关系，可以学习。那行，你们这台配齐了，我就自己发挥了。李云，跟我走。准备手术吧。好。20分钟一台手术，郑医生，你太厉害了！原本以为这条腿保不住了，没想到我们郑医生真的做到了。对于医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使他人活下去的信念，这就是我们站在这里的意义。下一个，好。放心了。放心了，放心。这里不缺我了。我回隔壁继续。隔壁的手术间被占用了。哦，对对，你先歇一会儿，吃口饭。行。在线、造谣、程序员、栓塞，这操作干脆利落。这些血管，在咱们那儿那就是崎岖无比的山路，可到了人家手里，那就是6车道的高速公路，随便狂飙了，太厉害了！27分32秒，太快了。老师，要不咱们先吃饭，饭都凉了。真亏有他们，要不然我们连热饭都吃不上。哎，是啊，老师。哎，吃饭。我终于赶不到湍流了。哎，伍佰，我刚才完成了一台23分17秒的手术，我厉不厉害？手术完成，下一个。你说话呀！啊？切！18分57秒。对。他刚做完的。是的。我刚才说我那边介入耗材用完了，你这边还有吗？还够差不多5个患者的。你可以去问冯旭辉啊。哎，对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马上去联系他。18分57秒，你又精进了，我马上超越你。怎么了，云哥？哎，冯旭辉，你在哪儿呢？在配上呢。你在配城？对啊，刚送完货，现在在去精神上仓库的路上。太好了，我在东阳乡医院急需大量介入耗材，你给我多送点。好，我现在马上就去取。郑医生，外面有个患者出血，只有4克了。我这边已经结束，赶紧推进来，我来处理。好。现在情况坚持不了多久，怎么办？继续压迫止血，输血输液，跟介入耗材来。郑医生，后面还有好几个差不多严重的。别着急，一个个来，先处理这个。神经脉穿刺者。到哪儿了？快点啊！来了来了，我马上10分钟。怎么
程医生，还是止不住。再给导演上过来。好。郑医生，血浆也没有了。是。好。135，马上就要进入微循环不可逆期了。郑医生，外面患者越来越多了，风湿贵电话一直打不通了。来不及了，安排那些人转院。好。楚正义，快点！程店，都离开！程店。副指挥，你怎么样？大四，松大了。副指挥。
来了。骨科大夫怎么说？骨科陈医生说，钢筋正好从大腿的坐骨神经和股动静脉之间穿过，暂未对血管造成损伤，但对神经的损伤就不确定了，要等恢复一段时间再检查。是我的错。如果你不找他，他就不会遭这罪，对吧？但如果他不来这儿，你知道这儿会死多少人吗？但这不是他的义务，他本不需要来这里。天灾面前互相团结，这是每个人刻在骨子里的义务。你想说什么？你也开始鸡汤了？不是顺着你说吗？行了，人没事就行了。走吧，去手术吧。苏云，干嘛？恭喜你，掌握了湍流技巧。我可是天才，不要耽误本天才精进了。怎么了？没事。你先睡半个小时吧，欠遗传1天了。走。照相机。19分23秒，咱的手速又突破了，真不错。郑哥最快也就13分40。少废话，叫下一个患者。嘿嘿，好嘞。苏医生，13分40秒，我跟这人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啊？明明我也找不到湍流。股动脉穿刺没问题。齿动脉鞘常规操作。微导丝直接进入，而不是常规导丝间接。力量完美，角度完美，动作完美，无懈可击。11分20秒，他又快了。手术结束，下一个。我一定能做到。安主，安主，老总，老总啊！怎么回事？不是说没有伤到坐骨神经和重要器官吗？刚才我们来查房，发现他高烧39度，心跳111，血压也在一直持续的下降。我怀疑是局部的细菌感染，应该是脓毒血症，快做血常规和 C 反应蛋白检查。化验已经做了，我们正在等结果。如果真的是细菌感染造成的脓毒血症，必须马上截肢。大夫，
先不要截肢。什么？我先给他做介入取栓，争取多保留一点。他伤的是大腿，跟咱们之前做那几个膝关节以下受伤的患者不同，那也得多保留一点。可没有膝关节，就算装上义肢，也只能支撑行走，意义不是很大呀。可现在重要的是要先保住命。他喜欢打篮球。群体中毒那次，他来的时候没有穿西服，穿的是一套篮球服。他是因为给我们送耗材，所以才变成现在这样。我会尽力想办法，只要能多保留住一点，也许之后还能做他喜欢做的事情。陈医生，报告出来了，白细胞高 ，CRP 高。是脓毒血症，相信我，这是我们能为他做的唯一的事情。嫌疑人，你跟我去手术。苏玉、林渊，你们跟着骨科大夫去拟定截肢方案。好。全都堵死。大腿1/3处以下一片空白，血管闭塞严重，膝盖是保不住了。准备取栓。郑医生，栓子形成至少6个小时以上，甚至超过36到72小时，难度很大。刘大夫，情况怎么样啊？主任，这位是河西骨科的副主任孙大夫，下面这个手术由他来做，现在怎么样了？还在进行中。孙医生，你过来看一下，你看一下造影机的情况，确定能保住膝关节吗？这不可能了吧？大腿也未必能保留住多少啊。那截肢的时候能不用止血带吗？为什么不用？是等到血管疏通之后，直接截肢吧？没错。立刻取出坏死的机体组织，尽量减少并发症。不用止血带，那出血怎么办？那可是股动脉啊，切开后血流成河。取出来了。骨科在做手术的时候，尽量保留大腿残肢。这个膝关节轴上方至少要保留10到15厘米才能安装义肢啊，现在只有2到3厘米。安装义肢的话，一活动就会掉，怎么办？被压止血了。好。你是有什么疑问吗？关于义肢的问题，教科书上标准的残肢软组织部远端要在自股骨下端至少10厘米长。那是以前，2007年的时候，一个在伊拉克战争中失去左手的士兵就展示过新型仿生假肢，现在在欧美都有售。而且根据报道，仿生义肢可以适应在2到3厘米的残留肢体。大哥们，我知道有这种义肢，可关键它负担得起吗？这个钱我出了，不止一个。还有很多患者需要被截肢，如果都能装上这款新义肢，我们的手术压力会减轻很多，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也会好很多。这得多少钱啊？要不我来想想办法。郑医生，你都需要些什么？我们需要超级仿生手，还有一款膝关节假肢，1C66智能怀胎切分直角板，1B1智能怀胎切分直角板，1C30智能怀胎切分直角板，但具体需要多少个，我不清楚。一套超级智能仿生手，2年前的售价是8000欧，这次地震保守估计1000人，那就是800万欧，再加上后续的康复中心、理疗师，起码3个亿。小伊人。缺领吗？我试试看吧。要
要是不行的话，没事。要是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嗯，那你们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我回来了，我和我老板说好了。你老板？宁叔，3个亿呢？您确定吗？我可以考虑。怎么变成考虑了？郑医生，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您请说。你是一个来支援的医生，做好手术就可以了。至于伤者如何装义肢，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你无需包揽上身，对吧？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我只知道仿生义肢可以让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更好。这是患者的问题，不是医生的问题。患者的问题就是医生的问题。为了减轻痛苦，发明了麻药；为了恢复更快，开始了微创。医学一直以来追求的都是如何让生活质量变得更好，而不仅仅只是活着。话很好听，我要不投呢，你们怎么办？没事，宁叔，如果您不投的话，我们就再想办法。1000个不行，100个还是可以的，不行就募捐。就你们这个脾气，不可能拿到投资。我是一个商人，商人只投资有前途的项目。我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3个亿，投了3个亿。这次应该没事了，手术很成功，就等新的移植到了。这人你也别太担心，冯旭黑以后还能跑能跳，我们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我现在可算是体会到了，科技产品不断的优化发展，把无数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走吧，我们也该回介入科了。郑医生，宁总找您。请进。林叔，坐。上次您走得太过于匆忙，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声谢谢。我也一直想找时间单独和你聊聊。你除了义肢，还有别的什么需求吗？有，手术直播，但时机还不成熟。我想也是。就比如这一次地震，你们3个人差不多做了150台手术。如果不是你们3个，是30个、300个医生呢。就像老刘，如果他能早一点掌握你的介入技巧，我想能多救多少人。
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手术直播要有噱头，才能有更大的反应，才能有流量、有未来。而这一次的东岩乡之行，我看到了很多和你一样心怀仁义的医生，由于自身技术和患者资源的匮乏，而不得不有于原地。是。通过这次的地震救灾，我也推翻了一些想法。我认为手术直播不应该只有最难、最特别的手术，而是应该有更多适合普及推广的基础术式，以直播的方式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这才是我的目标。我今晚回海城，等我的好消息。谢谢念叔。傅举辉，你醒了？苏医生、郑医生，你们怎么来了？别动，我们来看看你，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好多了。哎呀，之前那条腿啊，护士说什么感染了，疼死我了。现在感觉好多了，没什么感。你的左腿术后感染，导致了脓毒血症。我知道，为了保命嘛。不过不疼了，哎，真不疼了。对不起，都是我们。哎，我那车后台，派人用上了吗？我们为29人做了骨盆骨折止血手术，还为32位患者做了取栓手术，还剩下很多，可以救后面更多的人。那就值了。啊，对了，我们为你订购了进口的仿生义肢，预计3个月内制作完成。C 来个还是折扭的？都有啊，还有1C66智能坏蛋铅粉指甲板。真的？那得多少钱啊？你值得。可不，我要带着那么牛的一条腿去跑业务，到时候我把裤腿一拉，展示给客户看，这比我那大行李箱有说服力多了。可不，钢铁侠。哎，云哥说的对，太炫了，我这因祸得福啊。哎呀，没事儿。真没事儿，郑哥，我往这赶的路上就做好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了。结果命大没事儿，还得了咱们这行最牛的仿生义肢，我这赚了呀！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带上那玩意儿，我都能去跑马拉松。我记得有一个青岛小哥叫啥，刀锋战士，老厉害了，火遍全网，还刀锋战士。谢谢你，方旭辉，赶快好起来，带着你的刀锋战士，拉着行李箱，
来找我们。下一个。没有下一个了。郑医生，刚接到签字命令，你们可以回去了。真的？太好了！这么突然啊？是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过了黄金72小时，很多天了，受灾群众也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是该休息了。大家辛苦。也是该回海城了，还有几十台肝癌的手术等着咱们呢。这样，你们先回去收拾收拾，今晚有个追思会，大家一起默哀，参加完再走。好。你跟彭家什么时候谈成的手术治国？一直都有联系，但做出决定是在东岩乡地震救灾的时候。这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你会反对。即使我反对，你也会做对吗？郑仁，你以前是一个人，你喜欢独断专行这个没问题，但你现在有团队，你有为团队的人考虑过吗？你想免费手术，你想免费直播，你想免费教学，你让他们耗时间耗精力陪着你，谁给他们发钱？还有，你为医院考虑过吗？我不光为医院考虑过，我还认为可以用手术直播的方式，将一些高精尖的技术传递给大家。通过这次救灾，我才发现，大城市的基础医疗相差不大，可是乡镇、农村的医生，他们能接触的患者是很单一的。他们需要去学习新的技术，他们需要去接触更复杂的手术。直播是没有门槛的教学，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我所知道的技术传递给大家，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我们医院一直的理念，那就是患者至上。你的想法我理解，你的目标我也非常认同，但起码得先让医院活下去吧。什么意思啊？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医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好，但营收越来越差。花儿姐本来不想让我告诉你这个，我也认为等熬过这段时间，一切会好起来的。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了。为什么？如果海城1个月以后还是赤字，花儿姐就要引咎辞职。辞职？还记得秦丽人吗？当时咱们在北达得罪了他，这段时间他一直逼花儿姐要辞退你。你知道刚才花儿姐怎么跟我说的吗？这次的辞职，他是不可避免的。他想在走之前能帮我们多少就帮我们多少。郑仁，他在走之前还想着帮我们完成你所谓的梦想。海城已经岌岌可危了。花儿姐一走，你认为后面来的院长能允许你这样吗？不好意思打扰了。连体婴回来了。你好，郑医生。我们没脸回来见你们，救救我的孩子们，救救他们！郑医生，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你们在前线的事情，我老婆当晚就不行了，哭着说要回到这儿来。福儿那边怎么说？他们说这个手术太难了，他们要我们放弃妹妹。郑医生，妹妹活着呢，妹妹活着呀！你们救救她吧，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先别着急，让我开下给你。怎么样？妹妹的心衰果然加重了。照这么下去，就怎么不手术？郑医生，我知道你们是海城最好的团队，是我的错，我们不应该走的，我们给你们道歉了，救救孩子，孩子们错呀，求你们，我不应该走，求你们救救孩子，孩子无辜。
救救孩子！别看我，自己决定。沈医生，我求求你帮帮我们，求求你！医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好，但营收越来越差。如果海城1个月以后还是赤字，花儿姐就要引咎辞职。海城已经岌岌可危了。郑医生，救救孩子！求你！沈医生，我求求你帮帮我们，求求你！去办入院手续吧。去办入院手续。好，谢谢叶院长。没有救了，快去做准备。你们之前为这个手术投入了那么多，就别半途而废。而且，如果不让你做这个手术，你心里也会觉得遗憾的，对吧？院长，介入教学收费吧。不用。可是你，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推广介入手术新术式，让更多的人受益。往大里说，是医生的使命；往小里说，是你的初心。虽然我之前一直都在说勤年钱，但钱在生命面前，什么都不是。所以，郑医生，请你放手去做吧。家属走了，裴长又舒服回去休息了，也签了保证书，再也不会转院了。也就是说，这个烫手的山芋彻底归你了。还有啊，鲁道夫第1个报了名，但他有2个要求。什么要求？加入你的团队，以连体婴手术发表论文，他要第2作者的署名。还有一个是什么？连体婴分离术，他要当心外部分的第1主刀。不行，心外第1主刀是你。我已经答应了。爸，我回来了。虽然这些年总是去援藏援非，在实战中历练着自己，但只有这一次深入地震前线，才能了解到你20年前那场水灾时你的感受、你的经历和你的无助，明白了你创建海城的初心。人类在面对天灾和疾病时，是如此的无助，如此的不甘，所以才诞生了医学。与天争，与命争，
于自己上，而一家医院、一群医生远远不够。医疗需要无边界。就像您在《遗骸无恙》里说的，海神出错，与子同胞。晚安，爸爸。11分20秒，11分20。散在风里，再不被人提起。霓虹光11分20秒。再来。我和你从不同过去，学着治愈。却未曾抚平，淋在雨里最孤单的风景，渐行渐暖渐远去的冬季，我和你一样的秉性，不惧人心，想从不认命，感谢生命有过几场风雨，冷静地看清过自己。今晚我是最幸福的人。追寻生命印记，你这光多鲜明。鲜活的奇迹和勇气，口水、哈喇子、乱、片儿片儿的，非常多。海了，是不是连起来就是老天不好了，万折麻醉行了？海了的哈喇子片儿片儿的了。哎呀，对，耶！在雨里最孤单的风景，渐行渐暖渐远去的冬季，我和你一样的秉性，不惧人心，想从不认命。感谢生命有过几场风雨，冷静地看清过自己，和你一样的追寻生命印记，你这光多鲜明，鲜活的奇迹和勇气，很像你的我，终于成为了你，很像你的我，终于成为了你。
妈，你要挺住，你别丢下我。 8点了，郑医生怎么还不来啊？别着急，还差5分钟呢。郑哥一向准时，估计是喊明哥去啊。哎，先生来了吧？别着急。走，各位。都看我干嘛呀？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郑医生呢？他没来吗？不应该啊，他每次都提前15分钟的呀。 郑然，郑然，哎，艺人，你那边找到了吗？好，我知道了。来，把这个导入，慢放。大黄牙，报警。你想说啥？没用的，血氧80%会导致酸中毒，你现在必须马上送往医院治疗。我为什么要去医院？有你在，你就给我治。我给你指条道，把我妈看好。 不然，我让你跟我妈一起走。陈淼的儿子，患者是
17年前做了左小腿截肢手术，安装了义肢。3年前开始行走困难，病情加重后，又在医院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你看我干什么？你给我治！因为手术打击，术后状态不佳，3年来反流性食管炎、间断发热，眼睛也迅速失明，听力下降。1年前出现了心衰。最后一次检查是在3天前，心力衰竭。继续辛苦的帅姐，慢，全速加油！有没有拖拉3米？没有。赶紧摇手，让你妈坐起来。为什么要绑我妈的腿？为什么要绑？减轻血液回流，对心脏造成的负荷。不过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得必须马上送医院。为什么要去医院？有你在，你就给我治！里面有人吗？先生你好，刚刚是我们报的警。警察同志，刚刚是我们报的警，这屋子里的人呢，是被你们抓走了吗？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有人了。怎么会没有人呢？我之前来过的，他就是住在这儿。你来过？对，是当年李爱芳的事，是我爸出钱给他安装了义肢，这些年也一直是我爸给他提供了医疗援助。对了，账号。看一下，我这有一个他的秘密账号，看看能不能顺着这个找到他。哎，老沈，帮我查个账号，看看他最新的活动轨迹。妈，你要挺住，妈，用力啊，你用力抓！妈，你一定要挺住了，妈！想救你妈就打120。你要是救不好我妈，你也别想活着出去！打120。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们是海城市环新区派出所的，这是逮捕证。黄果，你涉嫌非法拘禁，现在依法将你逮捕。带走，走！张医生，张医生，你要救我妈！我求求你救我妈！妈，你要挺住！妈！警察，警察，怎么样？受伤了吗？快打120！快打120！冥冥之中终有定数，该来的还是来了。
12小时之内，急性心功能衰竭了2次啊！他那个家要什么没什么，你还能救回来，了不起了。要是救不回来，我会死。严肃点儿。你了解完他的情况，有什么想法？很奇怪，李爱芳3年前做过髋关节置换术，按理说这么大年纪做手术，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应该会在1个月之内发现。可病历上却说，一直到今年才出现心力衰竭，病情进展的方式不太对。会不会是药物的副作用？病历上没看到。你在他家的时候，他清醒吗？有，但是情绪非常低落，感觉已经失去活下去的想法。但是大黄也不让他走。真是遭罪，自己遭罪，妈妈也遭罪。哎，他们人呢？常约他们去看连体婴了，更新新的体重体条数据。你看什么呢？这个位置。这不就是髋关节置换术吗？手术挺成功的呀。髋关节尺颈曲线内侧方的位置上有隐约密度的改变。3年前的片子了。尺颈曲线侧方的位置的确密度不对啊，是术后局部机体组织出现的手术瘢痕吗？所以不是老年病，是中毒。什么毒啊？考虑是某种重金属物质中毒，需要做血样分析和金属含量测试才能确定。再有就是，患者3年前置换的髋关节，用的是什么材质？之后患者有没有做过别的金属植入手术？要是有一份完整的报告就好了。小医人能搞定。啊，你们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辛苦了。辛苦辛苦。哦，这么多呀！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吧？什么？伍佰怀疑是李爱芳的髋关节出了问题，说是有可能被人投放了毒药。不可能，我爸不是这样的人，我更不是这样的人了。要是真想报复大黄牙的话，直接不给他发救助金就行了。哎呀，跟你开玩笑，这么认真干嘛呀？你们看这里，根据影像学的密度上来看，根本就不是手术后的局部组织粘连，而是第一次准备移植的陶瓷髋关节遗留的碎片。之前的病历里没有，但是我看了患者的既往病历，手术记录里有这么一句话：移植陶瓷髋关节失败，改换全金属结构髋关节。 20世纪60年代初，张查理博士开展了低摩擦关节置换手术，开创了人工关节置换领域的革命。首例陶瓷全髋关节在髋臼侧用非骨水泥固定，而在股侧用骨水泥将陶瓷头固定于股柄。虽然氧化铝陶瓷的摩擦性能在应用的一开始就备受赞誉，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问题。陶瓷材料非常脆，有碎裂的可能。所以患者应该使用的是陶对陶的模式，还是最新的粉陶，比之前的黄陶更结实。只可惜手术失败了。 所以我猜当时的医生应该是把碎片取了出来，换成了全金属结构髋关节。你们家挺有钱啊，给老人装这么贵的髋关节。其实也不是很贵，这是我爸之前给他们投的一个项目。确实，在一开始用的是最新的粉陶材质的人工髋关节，可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发现老太太的身体情况不允许，所以最后就换成了全金属结构的人工髋关节。定增的工作跟医疗相关。 你笑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既然有怀疑，就去验证吧，快去忙目吧。他完全不知道吗？你怎么知道的呀？艺人跟他爸多像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不跟他说吗？哎，千万别告诉他，让他自己发现才有意思。哎，你们呀！ 你确定这不是术后的瘢痕组织，而是陶瓷碎片？等结果出来，如果有金属元素超标100倍以上，就能确定那是一块陶瓷碎片了。为什么？因为这些小碎片就像砂纸一样，每活动一下都会磨损金属部分，所以手术后患者逐渐出现金属毒性耳聋、失明等症状。我就说是中毒吧。你说的是安装毒药。哎呀，那么说比较刺激。他平时一本正经的，逗逗他。郑医生，
我联系上那位医生了。哪位医生？就是之前给老太太做手术的那位医生。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飞来一趟。好，还算有自知之明。老太太现在状况很差，已经来不及了，必须马上手术。又要做手术，不能只吃药吗？因为髋关节在里面无时无刻不在释放着重金属，做手术还有一定几率能活下来。要是不做的话，最多1个月。结果出来了，钴元素超标1000倍。还真让这家伙说中了。500，恭喜你啊！钴中毒。干嘛去？去找找，看看有没有合适主刀的人选。找出病因，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后面的手术会有人善后的。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你觉得大黄牙会放弃吗？他已经坚持了17年。我在他这的这12小时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丢下我。”老婆跟他离婚了，儿子又不认他，街坊邻居都看不起他，也没有朋友。李爱芳是这一辈子最爱他的人了。老人现在83岁，这次手术如果失败，大黄牙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过做手术这件事儿，咱们几个说了不算，能不能做手术还得征求大黄牙的意见。那我明天去找他。妈，你醒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咱的病医院查出来了，医生同意给咱们做手术。等咱好了呀，咱们就回家了。好累呀！妈，你说什么？好累。进。郑医生，想跟你聊两句。你认为真的是那个什么陶瓷碎片引起的中毒吗？嗯。那如果我同意做手术，那如果上了手术台打开没有找到那个碎片，或者说找到了，我妈是不是还要换一个关节？是的。我妈都83了，她经不起那么折腾。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一定有办法了，对吧？
生，我知道你还生了个气，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早些年我更对不起您父亲。可是当时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生气。我冒着雨背着我妈跑了3里地的路，就是为了争取那个宝贵时间。为什么不给我们治病？我知道，在医生眼里，所有的病人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妈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年，你看着我为我妈尽孝，不如说是她陪着我。前些日子，谢小姐让我在医院里面当护工，我看到了那些身患绝症的老人，他们就呆呆地看着窗户。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就是想在自己还活着的那一点点时间里面，能多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可那些孩子呢？他们找各种理由不来。为孩子拼命的父母太多了，那为父母拼命的孩子呢？他们就是混蛋，混蛋！其实我也是混蛋啊！我为了我妈玩过命，闹过事儿，害过人。郑医生，我对不起你。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为你妈做手术？我也不知道。17年前，我妈拉着我，求我救她，她想陪着我，我俩就这么一陪就是17年。17年，我的幸福赶不上她痛苦的一半。她从床上掉下来好多次，她疼，她用身子去撞那个床板。时间久了，硬生生撞出来一个坑。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3年前，他的另外一条腿也不好使，我就咬着牙去求谢总帮忙，给他换了髋关节。我本来想让他就好了，我真没有想到我让他生不如死。郑医生，你是救人的医生，你告诉我，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们？为什么？我妈突然对我说她累了，她想放弃。我就想问你，如果是你，你会坚持手术呢，还是像我妈说的那样，放弃手术呢？我一定听你的。上一次，你并没有听从医生的意见。那个时候的我最不相信的就是医生。但是现在我最信任的就是你。我
我之前考虑到患者体内没有金属内质物，只能判断钴金属来自于髋关节，但是不做手术，无法验证这一点。但手术的过程又极其的痛苦，很有可能提前要了他的生命。在患者的病症面前，医生和家属从来都不是敌对关系，他们是战友。他们要选择一致的方案。虽然我很想在手术中验证自己的答案，但是如果你选择放弃，我会支持你。17年，黄阿国，你做得够好了。谢谢，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句话了。李爱芳女士走了，走得很安详。大黄崖因为情节较轻，又身体有恙，应该能争取到缓些。爸，我一直在想你留给我的那个问题：什么是好医院？我想，光有好医生和好技术远远不够，还要医患之间的彼此信任，医护之间的彼此配合，真的好难。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和我的队友们一起，和海城医院一起。我们之前拟定的分离方案中，
并没有考虑过心衰的问题。但现在妹妹的情况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之前的方案必须要做出调整。我们通过3D 打印、计算机辅助3维数字成像技术，已经把连体婴的肝脏内血管进行了精准的结构重建，可以达到95%的真实手术相似度。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CT、MRI 3维定位，可以看到肝脏相连的部分非常的多。朝月。 妹妹是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还有轻度的3间半反流，而且在发育的过程中一直盗取没有心脏异常的姐姐的血容量，所以我们决定等患有先心病的妹妹分离手术恢复之后，再做先天性心脏病的根治手术。心律不齐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因为姐姐一直在给妹妹输血输氧，2个人的血液交通不仅导致了药物效果的异常，也导致了非预期的血压异常。所以我认为2套监护措施和有创检测是非常必要的。实施动态的血流动力学监测，可以让麻醉师第一时间发现危险，第一时间处置。分析的非常全面。既然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了，准备开始模拟训练。 开始手术。何姐，准备麻醉。好。确认。妹妹怎么还不睡啊？ 妹妹血压降低，妹妹血压降低。我们一直把2姐妹当做一个孩子，也就是16斤来准备麻醉剂量的，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因为器官交互的关系吧？还有第2套方案，分开给药。氯胺酮5毫克，妹妹3毫克；维布溴胺0.05毫克，妹妹0.03毫克。确认。 麻醉成功。这系统太真实了，吓得我一身汗啊！继续，下一步插管。小心点。小心。手术失败，插管失败，第1次失败。 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从来没有，是体位的问题。之前我们操作都是平卧位，但这姐妹俩是连在一起侧睡的。侧卧插管确实罕见，而且她们俩的距离太近了，难度就又增加了。我有个想法，如果我们把姐姐抱起来，让她趴在妹妹身上，这样妹妹就是仰卧位。我们先给妹妹插管。 然后再反过来给姐姐插管，可以试试。好，开始，准备，动作要轻，听我口令：1、2、3，翻。姐姐。插管完毕，翻。确认，1、2、3，复位。插管成功。 麻醉完成，该我们上了。不像是模拟手术，而像是真的开台了一样。云哥。 这2个孩子的左半肝几乎完全融合，很难吧？而且连接处临近肝门和胆囊，无论分离时偏向哪一侧，
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所以必须精准判定相连肝脏各自的归属，再进行精准切分，保证血管的完整。用时1小时07分钟。开始分离心脏。交给我们吧。妹妹心率过高，心中脉流。调完毕，确认。没有变化。再等一下。好，应该可以了。姐姐心跳停止，扁体婴分离手术第3次模拟手术失败。麻醉给的药过猛了，你之前帮我把姐姐都没了。患儿心脏功能本来很差，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分离心脏。麻醉本来就是要把心率慢下来，慢下来。姐妹俩的血液是相通的，为妹妹给药的时候必定会影响到姐姐，这个确实很难掌握。哎呀，我知道了。我再找找临界值，来，重新给药。调完毕，确认。失败。再来，重新给药。完成，确认。Why is it always with anesthetics? 要不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回去调整一下方案，好了再来。对不起，是我们麻醉科没有准备好，想着到模拟手术的时候再调整，就会耽误大家时间了。我们再回去补充一下备选方案。你们确实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辛苦了，明天见。走吧。老何，你留下。这么多次模拟里，分离肝脏的时候都没问题，一旦分离心脏，就全部失败了。是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手术无法继续。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可一到模拟手术的时候，就全都错了。先是麻醉，后是插管，现在是心率过快。我再想想办法，好好研究研究。麻醉科向来都有一句话，没有最好的技术，只有最适合的技术。老何，
我相信你会找到最适合的。这个手术我们一定会成功。失败。讲慢一点，贺钱。我给了，我给药了，还是那么高，我真的给了。手术失败，手术失败。贺钱，你到底行不行啊？你什么意思啊？想换人啊？打电话吧。有话好好说，老何。麻醉科如果是不能稳住心率，我们这边做的再好也没啥用。难道我不知道吗？关键你自己做的也不好。你说什么？你太慢了。我好几次都把心率稳定住了，就等着你切。你在这磨磨蹭蹭，犹豫来犹豫去，错过了时间。我错过时间。是的，我错过时间。是的，你这所谓的时间就是短短的15分钟。那你告诉我，怎么可能是在15分钟之内分离心包？你不能，有人能。老贺，你少说两句。为什么不能说？我受够了。你们不敢得罪他，我豁出去了。本来咱们一个团队好好的，他非要硬挤进来，把云哥给挤走了。云哥脾气是不好，但他从来不甩锅，自己没做好就是没做好，不会说是麻醉科做的不好，更不像你整天只想着同时骂人。你们以为他真想真心实意的帮咱们吗？他是想讨好那些能帮他上位的评委们。不可理喻。哼！教授，教授，走。郑医生。直播的话，这台手术的模拟手术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太危险了。而且妹妹现在处于急性心衰的状态，必然导致手术的失败率直线上升。院长，您看我们还要往前直播吗？放弃直播，直接手术，尽量帮助梁静梅。2个宝贝都要活。明白，院长。不，继续直播，我们会拼尽全力做这台手术。就算失败，至少能让大家在下一例连体婴中获得更多的经验，避免重复我们的错误。那么这台手术就依旧有意义。成功包含了很多巧合和幸运，都是不可复制的。但是失败不一样，无数台失败中一直往前走的那条路，就是成功。我们愿意为这条路贡献一个脚步。再说了，花儿姐，不直播你就得走，直播你还有机会留下。我们需要你，海城医院也需要你。
确定了？确定了。直播。不少啊！潘老，你好，你好。哎，我一直都在想，要是再来一次，有没有更好的解决那个事情的方法？可一直没有想出来。直到手术直播的概念被提出来。对，彻底的透明化呀，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医生和患者的隔阂，让所有人都看，让所有的专业人士都做出评判。可在这样众目睽睽之下，医生也很艰难，谁又能保证自己零失误呢？老师也保证不了零失误啊，还不是直播授课？你看现在呀，足不出户，只要上网就能上到明大师的课。这是科技进步时代的恩赐啊！既然别的学科都行，为什么我们医学就不能呢？我们医学可是疯子最多的行业，只有疯子才能推动医学继续前行。您不也是个疯子吗？哈，表姐，念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这是我专门为2个妹妹做的，希望手术能成功。这个能带进手术室吗？入职海城的第486天，最后一台手术，加油！诸位，这是正式手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没有失误，也没有失误之后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但是我想说，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没有资格也没有运气参加这样的手术，所以能不能证明自己，就看今天晚上。浩哥，我们不会给你丢人的。哥，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哥，相信我们。好，走开。听说连体婴快不行了，所以提前手术。你们还能不能行啊？要我说，闭嘴！这台手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医院来说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两姐妹本身。除却生死无大事，我们不要想着这件事情在直播，也不要想着是在失败。我们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怎么能让两姐妹活下来。大家回顾一下之前37次模拟手术中犯过的错误，
在实际手术中不要再犯。我知道很难，成功的几率只有1%，但是还有1%，至少不是0。没错，没错，对，没错，对，不是0。开始。他们还给自己定时长了呢，他们就这么有把握在1个小时内分开？不是有把握，而是必须。妹妹的急性心衰需要立即做手术，必须在1个小时之内把他们分开，才能进行下一步。那你们还敢开直播？我看这个手术凶多吉少了。闭嘴！麻醉完毕。消毒。心包分离30分钟。你大我小，来。心脏膨大畸形。稳住，别慌。失误了，但他及时已经不救相了。肝脏部分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稍微提升一下，多努力，20分钟应该够了。废物，你快一点！他再这么耗下去，后面人没时间了。哎呀，我看够呛啊！哎呀，走吧走吧，收工吧。完成了。心包分离完成，凤凰，直升器。 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紧迫，宁远，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是吧？给你一个稳定的状态。签。凤凰完成，换人。继续给药，米波芬0.05毫克，氯胺酮0.5毫克，维护溴胺保持不动。 42分钟，已经是我们最好的记录了。我们做到了最好的自己，剩下的交给他们了。
郑哥的手术看上去跟模拟手术没有任何区别，这俩人的手真的稳。真实手术和模拟手术差距巨大，郑人在用技术，另一人在用毅力弥补之间的鸿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他这是找到了一根隐藏的相通血管，这么短的时间里全部都找到了，还没有伤到别的血管，太厉害了！你们俩没看着吗？就剩5分钟了。肝脏分离完成，准备分床。分开了！分开了！分开了！太不容易了。这太厉害了！太好了！这就是郑人团队的实力，我团队的实力。对呀。 开启体外循环，收到。体温28，降低，降到22。降体温，收到。流量80，可以吗？可以。达标。搞定。开始心脏矫治手术，开刀。止血钳。妹妹心脏矫治手术完成，结节肝脏缝补完成。快报数据。体温36，平均动脉压50，血气分析报告正确。开气。排气完成，等待妹妹恢复心跳。 加油啊！就到这一步了，求你了，加油啊！
妹妹的发育过程中一直在盗取没有心脏异常姐姐的血容量，把原本健康的姐姐拖累成这样。可是我觉得，是姐姐一直在保护妹妹啊，所以妹妹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马上推过去，把姐姐拉到妹妹身边，快！ 这就结束了，我还没看够呢，我也没看够呢。哎呀，老天老帅了，双击666！对呀，谢谢，谢谢，帅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快起来！祝贺他们！祝贺！